安以轩又上热搜了，这应该是现阶段的她最不情愿的一件事。树欲静而风不止放在如今的安以轩身上是大写的妥帖。今天有2件事把安以轩拱上热搜，一是港媒报洗米华案，涉及金额高达6800亿，若4项罪名成立，洗米华最高可判33年。这条新闻让大家自动关联到了安以轩的老公陈荣炼，因为陈荣炼曾是洗米华的马仔，虽然后来自立门户，但已被警方证实是洗米华案的重要参与人，并于今年1月被捕。另外，《仙剑6》戚今朝官宣主演阵容，井号仙剑井号词条上热搜后，80后仙剑 DNA 大动，这波回忆杀里，安以轩稳居 C 位之一。说来也巧，仙剑1的4位当红神仙，刘亦菲单身，胡歌单身，彭于晏单身，只有安以轩结婚生子。结果现在单身的都吃着火锅唱着歌，一路花团锦簇。刘亦菲凭梦华路翻身，她跟陈晓的组合证明，古偶的天花板依然被中生代演员牢牢占据。胡歌转型正剧决心可见，为此不惜推掉很多剧集与商务，静待正午阳光的大制作《县委大院花开》。彭于晏前段时间被隔离在上海，靠丑照出圈，以后褪去帅哥光环，转型喜剧人应该是一把好手。而曾经被台媒称为真正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安以轩却进入了多事之秋，这种状况太方便让人对号入座贴标签了，比如不婚不育保平安，老公有不如自己有，远离男人姐姐独美等等。每一个标签对安以轩来说都容易产生踩踏，并且不那么公平。之前写梦华录的时候，我说过在互联网时代，批评比赞美更容易传播，标签比事实更容易被记住。但标签化评判最大的坏处是省略了思考的过程，标签简单，人生复杂。标签很爽，却指导不了我们的生活。没有人能靠一个标签、一种人设、一句爽言爽语保证一生平安。逢凶化吉，说白了就是任何选择都有代价。人生从来没有一个所谓完全正确的答案。安以轩老公出事，终究是她老公的问题，又不是她自己，也别谈什么选人的眼光怎样。这种上帝视角的东西，表面苦口婆心，本质上还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当初拼命鼓吹安以轩命好的，与如今要人家连坐的，我敢打赌是同一拨人。我理解很多人对安以轩的滤镜是怒其不争，觉得她如果不是恋爱脑，还能更红一点，但我顶着锅盖客观的说一句，就艺人这条路来说，安以轩其实已经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最好。安以轩本名吴文静，安以轩是艺名，入行之前找八字先生算的。吴家在台湾有包租婆世家之称，世代积攒了黄金地段的多家铺面。安以轩的奶奶被戏称为大地主吴奶奶，带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。安以轩的父亲则经营台湾最大的保安公司，做这一行难免白里透红，红中带黑，所以坊间一直盛传安以轩是黑社会公主。黑不黑不知道，有钱应该是真的，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富人家的锅底更黑。安以轩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她跟父亲一起生活，父亲对安以轩管教非常严格，不许看电视，家里除了课本与名著，也不允许有其他闲书。但父亲的高压并没有使安以轩变得乖巧懂事，相反养成了叛逆的个性与低自我评价。填空题要求填 ABCD， 他却非填1、2、3、4，老师一气之下给他打了0分，他吓得不敢回家，想要自杀。缺爱家庭成长起来的叛逆大小姐，懵懵懂懂长到20岁，逛街遇到星探，歪打正着的入了圈，也是命好。安以轩一出道就碰上台湾偶像剧的黄金时代，2004年与郭品超主演《斗鱼》爆红。虽然安以轩不是科班出身，演戏还是有天赋。《斗鱼》里，她把燕子为爱从小白花变成黑道大姐的心路历程演绎的明明白白。安以轩社交广泛，眼光准，是第一批进入内地市场的台湾艺人之一。2005年乘着《斗鱼》爆红的东风，安以轩接拍了内地武侠古偶《仙剑奇侠传一》，饰演刁蛮任性却侠女心肠的林月如。李逍遥之于林月如，相当于杨过之于郭襄，风陵渡口初相遇，一见杨过误终身。但林月如的人设比郭襄更好，她最终成全了李逍遥与赵灵儿，完成圆满大爱，让许多仙剑迷对这个角色念念不忘，心疼多年。巅峰时期安以轩的代表角色还有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赵敏，男装扮相很是英俊。2009年，安以轩与吴建豪主演的《下一站幸福》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，再次成为经典。安以轩人漂亮，背景强，进军内地签约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华谊兄弟，一度还与华谊的创始人之一王中磊传过绯闻。不过2009年安以轩与华谊的合约到期，被问到是否与王中磊的情谊也到期，他直接回怼，我跟他从来没有在一起，又何来分手？而且明明就有跟他传得更凶的，为何要拿我出来挡？大小姐的脾气可见一斑。安以轩身上
有许多与她相似经历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女生，共通的东西，首先她很要强，乐于助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外表端的是黑道大姐范儿，因为较早进军内地，一度台湾艺人来内地发展，都要拜安以轩这个码头，而安以轩本人性格豪爽，热心快长，无论在内地还是台湾，都有很多圈中好友，其中就包括大 S。为人爽利的安以轩与汪小菲也是多年好友。汪小菲在北京开蓝会所的时候，安以轩算得上大客户，大大小小场合都照顾兄弟的生意。没想到一来二去，这棵看上去情意绵绵的大树上，斜刺出了大 S 这朵富贵花。安以轩生日，请大 S 等一众姐妹在蓝会所小聚，得意的端出汪小菲这盘自己珍藏已久、没舍得下叉子的美味。大 S 二话不说，给囫囵吞了。这件事安以轩一定非常介意，不然也不会在大 S 公布婚讯后黑脸指责不知大 S 把她放在红娘、伴娘、情敌三者之一哪个角色上。上康熙，安以轩的态度有所缓和，说自己是意外把大 S 介绍给了汪小菲。意外这两个字真是用得妙啊。被逼问跟汪小菲是不是一点火花都没有，安以轩没有正面回应，强调两人认识已经有5年，就是哥们。这番表演就引出了安以轩的第二个性格特征，被动。外表强势火热，内心被动慢热，也是许多缺爱单亲家庭女生的共有特征。因为缺乏安全感，总是不敢主动出击，因为缺乏爱的教育，不知道如何去爱，只好选择被动等待。安以轩说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任何人，都是要别人来追求她，向她表白。这种个性一旦遇到强手，很容易吃亏。毕竟在爱情中，大多数男人都希望自己是被爱更多的那一方。主动的大 S 端走了汪小菲，如今看来倒不一定是安以轩的损失，但被攻气十足的戚薇端走的李承铉，就真的让很多人意难平。与李承铉相爱时，安以轩是华裔公主，李承铉还是不怎么会说中文的演艺圈小透明。两人2010年合作电影《结婚狂想曲》，后来又合作了《全民公主》，为捧场李承铉，安以轩不惜自降片酬，两人戏里戏外都很甜。早在2010年，安以轩就发过秀恩爱的微博，称李承铉是超细心、贴心、用心的天蝎男。2013年，李承铉与戚薇同游泰国，被狗仔意外拍到。李承铉凌晨3点发微博承认与安以轩有过长达2年的恋情，但已于2012年11月14日正式结束。但安以轩的口径却是一觉醒来已经回不到昨天，暗示自己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被分手。这场罗生门，我倾向于认为两人都没说谎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故事，一对恋人吵架，互相都撂了狠话。结果一方认为两人已经分手，而另一方却还在等待对方上门找他复合。都在单亲家庭长大，安以轩与李承铉虽然外表上一个强势一个阴柔，但骨子大约同样被动与缺乏安全感，都需要一个勇敢而主动的灵魂去拯救。李承铉遇到了戚薇，安以轩则碰上了陈荣炼。安以轩虽然因为自身性格偏于强势被动，一片真心付出，但爱情运一般。但要说他没有事业心，恋爱脑还是不公平。事实上，结婚前的安以轩一直稳定高产，2015年有2部电视剧，2016则开画了2剧一影。她与陈荣炼结婚的时候已经37岁，这个年龄的偶像剧女演员面临的选择与市场必然已经急剧收缩。在这个行业里，能活成常青树的永远是金字塔尖的凤毛麟角，大多数人都要直面职业生命的短暂。考虑好不同时期的选择问题，安以轩37岁选择嫁人，虽然嫁的是个叠马仔，但陈荣炼是真心对安以轩好，也只有这种好才能点燃被动的安以轩。陈荣炼追安以轩3年多，而安以轩则是在他追求自己1年半以后，才答应以恋人关系相处，恋爱继续谈了2年，才选择结婚。陈荣炼出身底层，自知自己最富有的就是一片真心与一片黄金，所以追求安以轩的时候，既舍得花气力，又舍得花钱。安以轩在哪里开工，他就出现在哪里。为了方便安以轩去澳门玩，陈荣炼为安以轩买下2.6亿元的临海豪宅相送。当时安以轩还瞧不上陈荣炼，所以没要。安以轩去澳门，陈荣炼接机帮他买了一杯咖啡，安以轩没碰。后来两人熟悉了，他说我不喝陌生人的东西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下药？如果这都不叫慎重，倒是说说啥叫慎重。拒绝归拒绝，心里的冰山应该已经开始融化。2017年6月，安以轩与陈荣炼结婚，结婚戒指是10.57克拉的大钻石，价值2000多万人民币，寓意完美无期。婚后第一个生日，陈荣炼送了5.02克拉钻戒，结婚1周年送的是全球限量仅100只的卡地亚腕表，第2年生日又送了1500万的钻石项链。安以轩喜欢一个麋鹿装饰，陈荣炼马上帮他搬回来，521万人民币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要非说这不是爱情，这只是虚荣，我也无法反驳，但我要提醒一句，女孩子一定要当心，你陪我吃苦受穷，才是真爱这样的骗局。婚后安以轩相继生下一儿一女，因为高龄生育，加上本身自己身体也没那么好，生下女儿后基本就退出了职场。安以轩这个艺名里的安姓是她自己选的，上面一个宝盖，下面一个女字，象征平安、安逸以及被护佑。原生家庭并不完整的安以轩特别渴望家庭的温暖是无可厚非的，你不能要求每个事业成功的女性都只搞事业，不结婚不生孩子。人生分阶段，在某个阶段开始另一种人生无关荣华富贵，只是一个正常的选择。但若真有荣华富贵，谁又舍得拒绝？总有人上帝视角的说，安以轩难道不知道陈荣炼做的那些事情犯法吗？提醒一下，赌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，叠马仔在澳门是合法身份，老赌王的地位被捧得有多高，大家应该还有记忆。别说小弟陈荣炼了，如今人人喊打的洗米华曾任职务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此内容来自官方。安以轩在多个场合说过，他看中的不是钱，是一片真心，不能因为人家出事了，就开始说人家一早就没有淡眼识人，因为贪财而找了一个坏人。太太出事，男人只是倒霉，丈夫出事，太太就要连坐，这到底是哪朝哪代的规矩啊？马蓉闹成那样，大家也只是同情王宝强，而从来没有一个人跳出来分析王宝强是不是当初色迷心切，只看脸不看心。但为什么女明星家里有个风吹草动，马上一堆人跳出来分析女明星贪图虚荣，活该倒霉，甚至恨不得把太太一起抓进监狱。这种喜欢看人家倒霉的狭隘人生观不好，这种凡事纠错女性的臣服男权世界观更不好。人们因狭隘而造神，又因为狭隘而去毁神，说来说去维护的从来不是正义，而是成王败寇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其实人生几十年，起起伏伏只道寻常，谁也不必看谁的笑话。如果因为担心变故而不是敢拥抱幸福，才是最大的损失。祝福安以轩，你又怎知人家以后不会因这样的生活而倍感幸福呢？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订阅和点赞哦。